大家好，被失眠缠上的人多半都走错过调理路。睡前泡脚、喝热牛奶、数绵羊、吃助眠营养品能是的全是了，可是晚上还是睁着眼到天亮，要么睡2小时就醒，醒来再也睡不着，白天昏昏沉沉，记性变差，浑身乏力，整个人状态差到极致。一直以来我们都陷入了一个误区，总觉得失眠是大脑胡思乱想、神经太兴奋导致的。可是北京大学针对睡眠障碍的专项研究已经给出了实打实的结论，长期顽固性失眠根本问题不在大脑，而是肠道微生态失衡，肠道菌群多样性严重缺失。给大家把专业道理掰碎了讲，一点都不难懂。我们的肠道里存活了数以万亿计的细菌，分为有益菌、有害菌、中性菌，这些细菌共同构成了肠道微生态。肠道和大脑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通信通道，也就是医学上说的肠脑轴，两者会互相传递信号，互相影响。当肠道菌群种类丰富，有益菌占据主导时，能正常分泌助眠的血清素、褪黑素前体，给大脑传递该睡觉了的放松信号，人就能顺利入睡，睡得安稳。可一旦饮食作息、用药不当，肠道菌群种类大幅减少，有害菌疯长，菌群多样性被破坏，就会给大脑发出紊乱的刺激信号，抑制助眠物质分泌，直接引发入睡难、睡眠浅、早醒失、整夜多梦等各种失眠问题。说白了，想真正摆脱失眠，不用再盯着大脑瞎调理，把肠道菌群养起来，恢复菌群多样性，才是从根源解决问题的关键。接下来就把整套调理方法拆解得无比细致，每一步怎么做，为什么这么做，注意事项是什么，全部讲清楚，照着执行就能见效。第一步，立刻停止4类伤菌行为，守住肠道菌群最后防线。很多人菌群越调理越差，就是因为一边补菌一边不停伤菌，做再多努力都是白费。想要养好菌群，第一步必须先止损。这4件伤害肠道菌群的事，从现在起1件都不能再做。1. 严禁自行服用抗生素，无医嘱坚决不碰。抗生素的作用是杀菌，但它完全没有分辨能力，进入体内之后，不管是引发炎症的有害菌，还是守护肠道、调节睡眠的有益菌，会全部无差别杀灭。盲目服用抗生素会让肠道菌群多样性断崖式下降，受损的菌群需要数月才能慢慢恢复。不管是感冒发烧、嗓子发炎、肠胃不适，只要不是专业医生明确诊断、开具处方要求服用，哪怕身边人推荐，自己觉得对症，也绝对不能自行购买、私自服用抗生素，这是保护菌群的第一准则。2. 杜绝过度消毒，告别过度洁癖。日常注意卫生是好事，但过度使用消毒产品，完全就是在破坏菌群平衡。不管是免洗消毒洗手液、衣物消毒液、家具表面消毒剂，还是餐具高温消毒，频繁使用会杀灭环境中所有细菌。人体长期处于无菌环境，会直接导致肠道有益菌失去外部补充，同时还会通过皮肤呼吸间接杀灭体内有益菌。日常清洁用清水、普通肥皂洗洁精即可，饭前便后洗手，家居勤打扫，开窗通风就能保证基础卫生。没必要天天用消毒产品，更不要把家里打造的无菌化。3. 远离所有极端饮食，拒绝单一节食，不管是跟风的生酮饮食、低碳水饮食，只吃菜不吃主食，还是长期只吃肉类不吃蔬菜水果，都属于极端饮食。这类吃法会让肠道菌群失去多样化的营养供给，不同菌群需要的食物不同，长期单一进食会直接导致大量菌群饿死，菌群多样性骤减。减肥养生都要建立在饮食均衡的基础上，主食、蔬菜、蛋白、优质脂肪都要吃，千万不要为了追求效果，长期坚持极端节食方式。4. 拒绝熬夜硬抗，不打乱菌群作息。肠道菌群和人体一样，
有固定的生物钟长期熬夜，凌晨不睡会直接打乱菌群的代谢和繁殖节律，让有益菌无法正常生长，有害菌趁机大量繁殖，形成熬夜、菌群失衡、失眠更严重的恶性循环。就算晚上睡不着，也不要玩手机、看电视胡思乱想，放下电子产品，关灯闭眼静卧，让身体和菌群都处于放松状态，慢慢调整作息，绝不硬扛透支。第二步，精准吃对4类养菌食物，全方位提升菌群多样性。肠道菌群想要种类多、活性高，必须吃对口粮，尤其是能促进产生丁酸菌繁殖的食物。这类有益菌是调节睡眠、维护肠道健康的核心，针对性补充才能快速提升菌群多样性。这份详细的饮食清单每天严格搭配，餐餐都能养菌群，必吃养菌食物，每天至少选3类，吃够量才有效。1. 发酵食品，3餐都要适量安排。发酵食品是天然的益生菌宝库，能直接给肠道补充活性益生菌，唤醒休眠的菌群，修复受损的肠道微生态，是提升菌群多样性的核心食物。推荐品类有无糖原味酸奶、纳豆、天然发酵果醋、开菲尔发酵乳、自制无盐酸菜、康普茶、发酵豆瓣酱。使用方法是，能吃发酵食品就优先替代普通加工食品。早餐搭配1杯无糖酸奶，午餐加1小碟酸菜，晚餐吃几口纳豆，3餐都少量摄入，比单次大量吃效果更好。注意一定要选无额外添加糖、无过多添加剂的天然发酵款。2. 高膳食纤维蔬菜，每天吃够2拳头量。膳食纤维是有益菌的主要能量来源，能促进各类有益菌生长繁殖，丰富菌群种类。推荐品种有车前子科、韭菜、洋葱、大蒜、西兰花、羽衣甘蓝、芹菜、菠菜、油麦菜、芦笋。食用方法是，每天摄入量至少达到2个拳头的体积。烹饪方式以清炒、水煮、清蒸、凉拌为主，少油炸，少加辛辣调料，避免膳食纤维被破坏。洋葱、大蒜可以生吃或快炒，最大程度保留营养。3. 全谷物替代一半以上精细主食，白米饭、白面条、白馒头、白面包等精细主食，经过深度加工，膳食纤维流失殆尽，无法给菌群提供营养，而全谷物保留了麸皮、胚芽，富含膳食纤维和益生元，能够持续滋养肠道菌群。推荐品类有燕麦、大麦、黑麦、藜麦、糙米、荞麦、玉米、小米。使用方法是把日常主食中一半以上的精米、白面换成全谷物，早餐煮燕麦粥、杂粮粥，午餐吃杂粮饭，晚餐吃玉米、红薯粗细搭配，长期坚持就能看到菌群改善效果。4. 抗性淀粉食物，晚餐主食专属选择。放凉后的主食会产生抗性淀粉，这种成分不会被人体肠胃消化吸收，能直达肠道，成为菌群的专属营养，尤其是能滋养厌氧有益菌，大幅提升菌群多样性。推荐品类有冷却后的米饭、冷却后的蒸土豆、冷却后的红薯、冷却后的意大利面。食用方法是，仅作为晚餐，主食适量食用即可，不用过量。温热后吃也不会影响抗性淀粉效果，避免吃冰镇生冷的，减少肠胃刺激。坚决忌口的伤菌食物，一口都不要多吃，这类食物会疯狂催生有害菌，杀灭有益菌，彻底破坏菌群多样性。想要调理失眠，养好菌群，必须严格忌口。第一类是西式快餐，汉堡、薯条、炸鸡、披萨，高油、高盐、高反式脂肪，严重损伤肠道黏膜。第二类是高糖精加工零食，饼干、蛋糕、甜点、糖果、奶茶，富含麦芽糖，精制糖是有害菌的养料。第三类是过量酒精饮品，白酒、啤酒、红酒等，酒精会直接腐蚀肠道黏膜，破坏菌群结构，能不喝就不喝。
第3步，恪守黄金进食规律，给菌群留足自我修复时间。肠道菌群不仅需要吃对食物，更需要固定的休息时间。长期不停进食会让菌群一直处于工作状态，无法自我修复，繁殖新的有益菌，多样性永远无法恢复。遵循这个黄金进食时间表，给菌群专属下班时间，修复速度翻倍。1. 早餐7点到9点吃，选对组合事半功倍。这个时间段是肠道菌群苏醒活跃期，早餐必须吃，且要以发酵食品加高纤维或全谷物为核心组合，比如燕麦粥加无糖酸奶，全麦面包加发酵乳，杂粮馒头加凉拌洋葱，既能快速补充益生菌，又能给菌群提供晨起营养，唤醒肠道活力。2. 午餐12点到13点，营养均衡不挑食。午餐是全天菌群营养供给的关键，必须做到高纤维蔬菜加优质蛋白加全谷物主食均衡搭配，比如鸡胸肉或鱼肉加清炒食，蔬加杂粮饭，豆腐加凉拌菠菜加藜麦饭，保证营养全面，让各类菌群都能获取所需营养。3. 晚餐18点到19点，清淡易消化为主，晚餐要减轻肠道负担，以清淡易消化为原则，比如清蒸鱼加凉拌蔬菜，虾仁炒西兰花加少量凉米饭，蔬菜豆腐汤加杂粮粥，7分饱即可，绝不暴饮暴食。核心关键是严格执行12小时空腹断食期，每天晚上19点吃完晚餐后，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，期间不再吃任何食物，包括零食、水果、饮品，只可以喝白开水，保证这12小时空腹。这段时间里，肠道菌群停止消化工作，全身心进行自我修复，分裂繁殖有益菌，快速恢复菌群多样性，这是改善失眠的重中之重。其实失眠从来都不是无解的难题，只是我们之前找错了方向，用错了方法。不用花冤枉钱，不用遭罪。从今天起，照着这3招好好保护肠道菌群，吃对养菌食物，规律进食，坚持一段时间，你会明显发现入睡越来越快，半夜不再醒，睡眠越来越沉，彻底摆脱失眠困扰，白天精神满满。觉得这份超详细的干货有用，一定要点赞收藏，方便随时对照执行，也赶紧转发给身边被失眠折磨的家人朋友，帮大家找准方向，睡个安稳好觉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，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，从这些内容里学到实用的健康小常识。本视频内容仅为科普参考，不能替代专业的医疗诊断建议或是治疗。那么如果有健康问题，请务必咨询你的医生或者专业医疗人员。咱们下次再见。